Hello，大家好，我是 DB。在之前的视频里，我向大家介绍了我正在使用 AI 重构 DPIT 这个网站，并且我坚持的原则是不写一行代码，所有的事情都让 AI 去做，并且我只用自然语言和 AI 进行沟通。现在这个开发工作已经完全完成了，我想通过这个视频向大家展示一下我已经完成的内容。首先我要说一下，所有你当前看到的数据是我用 AI 来模拟做的一个测试数据。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前端页面，前端首先打开的第一个首页就是内容页，这个地方点首页和点内容页进来是一样的。然后主要的功能就是展示视频的一个列表，下面有一个分页，可以查看到相关的功能。然后先从顶部看吧，这边有一个语言的选择，可以去切换中文和英文，这个是全站都可以实现的。然后主题也是可以自动去实现的。登录和注册没有做，因为我暂时不需要用户功能，我准备把它放到第2期。然后这边会有一些筛选，首先是筛选标签，比如说我们可以筛选几个标签，然后这边点一下搜索，它就会触发。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选合集，比如说，但合集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混合筛选，这样就没有结果，就是它加它都没有结果。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反向的筛选，这样我们只需要把购语言选上，我们就能看到同时满足购语言和这边合集这个相加的这么一个筛选结果。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内容给它清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管理。内容管理是什么呢？是这个网站支持网站公告、文章和视频。如果我们只选网站公告，它就会只读公告的内容。然后如果我们选文章，它会读文章。我们也可以选多选，就两个就都会有，就是这样。好的，接下来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视频，比如我们点开这个，点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和设计稿是完全一样的，左边是一个封面、标题、一些按钮、一些播放链接的位置，然后一些视频的基本属性，这边是那个标签，这边是合集的一个按钮，这边是一个详情，这边写的比较少，这边就是大家平时看视频会看到一些命令列表啊、下载文件啊这些东西，然后这边做了一个评论，评论有嵌套，然后下面有一个推荐视频，这边是有一个网站的公告，这边是有个关联视频。然后我想说的是，这里面的这些链接点过来是可以直接跳转到这边的这些一些快速的选中，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然后如果我们是带语言的话，带语言也是可以实现一些就是同步的一些事情，是这样。这就是基本就是一个前端的功能，比较简单。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端。后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登录页面，我们可以用管理员账号登录进去。登录进来以后就是传统的仪表盘，会有一些数据的汇总，然后下面放了一个那个数据趋势的一个图表，这边我增加了一些柱状图和折线图，做了一些拆分。像播放量和注册人数这些数据还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显示，因为这已经是模拟数据以后的结果了。然后这边切换时间什么的都比较的丝滑，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边我们需要看的内容，我们依次来看吧。首先是有一个管理员的管理，就是说有哪些管理员啊，我们对管理员进行管理。我设了2档管理员，普通管理员和超级管理员。超级管理员就是像我这样，普通管理员就是将来我找一个牛马，他来帮我管理这个网站，但他没有最高的这么一个权限。对管理员可以进行一些编辑，然后登录的用户都是管理员，每一个管理员可以去编辑自己的资料，就是说去修改自己的密码什么的，这就是把基本的功能都给它做出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标签和合集。标签的管理就是很正常，点进来进行一些管理，包括关联视频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些选择或者改动。这边我就不改了，因为这个数据是 AI 模拟出来的，改了的话逻辑关系就会错。像之前演示稿里有一些GS 插件不正常，在这个版也都变得正常了，因为之前是 HTML， 我想大家应该也能理解。好，这边像我刚刚做了修改，如果不保存离开的话，它就会提示我你没有保存，这些都是一些防呆的一些设计。然后合集和标签一样，也是一些基本的功能啊。这边有一个合集，我就不点进去看了，点进去和那个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功能是关联数，我们直接可以通过合集跳到内容，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跟这个合集相关的所有的内容都在这里就能看得到。当然这个 AR 做的这个数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内容这边我们看一下，它跳过来是内容列表页，然后它当前选中的是这个合集，我们可以通过刷新按钮把这个合集给它，就是这个条件给它刷新掉，然后这边比如说我们不想看观看数，就把观看数给它点掉，只给我们，然后作者如果也不想看的话，那么就点掉，好吧，我把自己给点掉了，然后进入这么可以一个定制的表单。然后再接着我们可以编辑一下这些文章，比如我们以这个为例，我们做一个编辑，然后这边可以编辑图片，编辑这些基本信息，编辑标签，编辑合集，就这些常用的功能，然后一些属性，因为我们有中英文，所以说描述、简介和名称我们都是有中英文的，只要配置上它就能自动刷新，然后这些统计数什么也都是有的。然后这边我们就回去，因为我们没有保存，我们直接回来就好。然后就没有了。所以说我的感受吧，就是做起来真的特别简单。前期会有一个学习 AR 编程的过程，当你上手以后，像那个 Cloud.md 啊，一些角色规则呀、一些代理啊，这些都匹配好了以后，修改和调整是非常快速的，并且 Sonnet 4.5 以后，我觉得 Cloud Code 也挺好用的。大概是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加入到这种 AR 编程的这种尝试中来。我觉得门槛已经非常低了，你只要能够正确的描述出你需要的内容，基本上它都能给你做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点要提醒，就是说想让 AR 做的东西能用是一回事儿，想让它做的专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这就是我说的，我在制作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去完善像 Cloud.md 这些约束的文件，它就会做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其实还是有学习的成本的。但是如果抛开这个要求，只是让它做一个像跟我这个一样能用的页面，其实你只要有自然语言的描述就可以做得到。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好的，这就是这期我用 AR 来重构 DPIT 这个网站最终结果内容展示视频的全部内容。在这次 AR 重构的过程中，我坚持了不写一行代码，所有的事情都有 AR 来完成，并且我跟 AR 的沟通只是使用自然语言来做沟通。如果你对 AR 编程感兴趣，真的可以考虑去尝试一下，现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入门的门槛非常的低。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